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新一天的直播啊！今天又是老范读评时间，看看都在说什么。熬了个夜，自己装修了一套淋浴喷头，然后一看老范读评快来了，还有1个小时，想想也只好等着了，不睡觉了。这个卡尔家属，你还是要注意身体。哎，在美国淋浴喷头需要这个熬夜去装吗？这个有点是慢吧。在中国，所有这种需要熬夜装的东西，都会有人来去替你装的，就是你叫买东西送安装，一般会是这样。对，这个先睡吧，太拼了。Cloud 发了叫 Fable 5了，怎么看？哎，这话怎么说呢？我今天看着我的 Cloud 客户端上的 Fable 5，然后看了半天，我就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实在是无言以对啊！这个真的叫持刀四顾心茫然，那感觉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知道我这$20的套餐，5小时其实啥也干不了，对吧？我现在都是把它调成 Cloud Opus 4.7、4.8啊，然后还不敢是 Max， 只敢调成 Medium 去使用。改口播稿呢，基本上改个2、3版、3、4版，然后这个就没了。最近 Anthropic 还号称是额度翻倍啊，在711还是在几号之前是额度翻倍，但我还是不敢用，对吧？我觉得就这种东西，它的再提升已经超出我的智力水平了，就是再怎么变聪明，我其实也用不出来了。所以我今天看着 Fable 5，然后看了半天就算了。沙发做了先，你这个距离沙发稍微有点远呢。这2天用中转 GPT 清理数据烧了45亿 token，真爽，好吧？这个中转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的啊。这个磨刀四顾向猪羊啊，这个好吧，我现在还是这个持刀四顾心茫然吧，还是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第一条，有一个特别老的视频被人评论了啊，所以一定要讲一下。这个中国大飞机 C919，有人说了，说我已经坐了10多次上海虹桥到广州航程的 C919航班了，总体来说航班还是完美吧。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当时介绍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也是有很多人出来骂呀，说这个老范你又这个当小粉红去了啊，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我来说啊，C919这种工程其实还算是一种中规中矩的工程，也没有什么弯道超车，对吧？买的人家美国人的发动机，买的美国的航电，买的美国的仪表，买的所有东西都是美国的，除了那壳子之外，其他没有任何东西是咱自己造的。然后到目前为止呢，也没给咱发适航证，而且美国人卡脖子，最后那发动机也没进来，所以签了一堆订单，最后也这个造不出来了，对吧？总共去年也没交付几架。而且这种设备，它只要老老实实做，你说我这一批啊 C919，我用美国人的发动机，等到929或者说以后的机型，我再慢慢的这个在里边换来换去的，对吧？那以后的事情。所以呢，它是按照一种工程的标准在干这个活儿。你按工程标准做，你比如说中国人造的 C919，那可能它比如说持久性啊，或者是一些什么问题上会，就是没有那么耐久，那我就这个多修一修呗，多检查检查，有些零部件换勤一点，对吧？它只要没有新闻报道说这东西掉下来，因为这东西掉下来不可能捂住的啊。那就都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异。而对于每一个坐飞机的人来说呢，你的每一趟飞机出事故的概率其实是一样的，对吧？你像我最近这几年其实飞的少了，我像原来的话，光国航的里程我大概飞了有70万公里，
国航是飞到100万公里就有这个终身白金啊，我是没飞到，但是现在也不怎么飞了。如果我再算上其他航空公司所有这种航班的话，我估计我应该飞了有接近100万公里了，对吧？这个就是它航空工业本身这种，它是一个工程上的事情。直到目前为止，人类其实在所有工程上的事情呢，都没有完全掌握啊，就是说这个事情在哪一次一定会出事，哪一次一定不会出事都没有，它只是通过一些手段让它的这种出事的概率降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对吧？用可接受的成本去换可接受的安全性，也就是如此了。然后剩下所有掌握不了的这些部分，都塞在这个概率里头，概率足够小啊，我们就觉得可以了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叫什么呢？这个 C919上天了就一定要出事儿啊。所以很多人我觉得咱们还是要用工程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老范当年有没有薅随心飞的羊毛？还真没有啊。这个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这个人其实平时还是挺宅的。再找老东家挂靠一下，你这又挂哪儿去了？看看你用 APP 中转能打到几折啊？这个 APP 中转，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今天 Codex 又升级了，升级是在升级，但是它没有给我重置。我现在还剩9%啊，到明天早上9点就重置了，所以我觉得我又把这周混完了。好，我们继续这个，英伟达 N1X 这条啊，有人评论说，之前在老石的某个视频下边就评论过，英伟达从发布替代 X86 架构的 ARM CPU 开始，放弃主业不务正业，开始走邪路，一定会输得很惨，迟早给 AMD 当小弟啊。这个事儿呢，在这条里头还有人评论说，你根本就不懂，然后你知道 AMD 啊，英伟达有多猛吗？对吧？这个都有。我要讲的是这样，英伟达真正厉害的地方呢，不是说它的 GPU 做的多好，或者是它的算力中心的这个芯片做的有多好，或者是 N1X 做的有多好，烂呢也不是说哪个项目做错了，对吧？英伟达其实一直是在多头并进，在刚开始出CUDA的时候，多少年都没人理它，对吧？这么长时间它也没有放弃。英伟达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做烂东西，也做好东西。然后呢，烂了我也不扔，我接着做，对吧？这是它比较厉害的地方。然后不定哪块云彩下雨啊，这个我估计应该是老黄的真正的核心价值观，他会一直坚持下去。那么在这一块上呢，他祸害别人，但是他从来不祸害自己。你比如英伟达做的这个 CPU，对吧？他把这个 Switch 给祸害了啊，因为 Switch 最早的那个版本就是用 Switch 1，就是用他们家的那个产品呢。怎么说呢？性能还可以，但是那续航实在没法看，对吧？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英伟达反正一步一步往前吧，万一比如说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它坚持出来了呢，这种可能性也不是说没有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说，哎，英伟达所有都是厉害的，英伟达所有都是傻的。我们听老范的节目呢，就不要抱着这么绝对的这种态度啊。重置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有这个多少来着？就是它有一个百分比，就是你现在是5个小时之内的还剩多少，1周之内的还剩多少，它是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如果重置呢，就是直接把你这一周的拉满了，你这一周过完了啊，这个过程就叫重置。像我们它就是怎么说呢 ？Codex 是经常偷偷的就重置的，比如说你刚使了2、3天。咔给你重置了，对吧？也挺爽的那个过程，而且有的时候就是我在节目里不还讲了吗？这个经常是你抠着手指头脚趾头算了半天，说我还差多少，我一定要省着使，然后咔给你重置了，对吧？他经常干这种事儿，就属于是一不开心啊就给你重置。
9%差不多18小时，要用力薅了啊，这个也没必要，就是稍微剩一点，不是什么大问题。有人还记得 NV 的手机 CPU 暖手宝吗？我还真没用过他们家手机 CPU。Codex 现在用起来比 Cloud 爽太多了。最近发现 Copilot CLI 用起来效果也还行啊。这个同样用 GPT 模型，感觉很便宜啊。一些简单任务直接扔给 Copilot 就跑了。Copilot 我就没跟他费劲。我最近使用这个什么使用的很爽啊，就是 Minimax。就是 Minimax 自己出了一个叫做Minimax 的 Code 啊，这个产品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看一眼啊，这个哪儿去了？这儿呢，不是这个，这儿呢，等一下啊，见鬼！它是在这里，展示窗口，对，这东西长得就这样。技能库、定时任务、手机连接。手机链接就是你可以直接把微信把飞书直接挂上，对吧？然后这东西使起来跟 Codex 很像，跟这个叫做 Cloud 也很像，对吧？你想这上头就是我们干一半还可以去 VS Code， 去各种 Terminal， 去什么地方都 OK。因为 Minimax M3呢，其实还行啊，挺好使的，也不叫挺好使吧，就是使起来效果其实还可以，对吧？然后这个你只要把各种技能塞进去，然后让它跑就完了。而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个我估计大家可能想不到啊，这个产品其实就是Minimax 把 Open Code 给挂里头了啊，这个实在是难以想象吧？等一下啊，我的屏幕把它拉回来。哎呀，今天怎么这么不顺利？所以我现在就是很多龙虾的工作都是让 Minimax 去干活的，因为反正龙虾里头也是这个 Minimax。然后 Tiger Target Tiger 对，噩梦一场是就是这个英伟达那个芯片重置了就不能继续用了。重置了不是不能继续用了，就是你省了半天就白省了啊。还有些人可能用了2天啊，还剩好多的额度呢，就给重置了。腾讯近期新用户能薅羊毛啊，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它关键也是太乱，就是有特别多的产品，都不知道该用哪个。这个 Minimax 的 code 可以共享 Cloud Code 或者是 Codex 的进程嘛？进程共享不了啊，因为它自己是个 Open Code，就是你可以把各种的技能扔进去，然后也能跑的，其实还差不太多。我现在好多技能都是让 Codex 去写，创造技能，创造完了以后就直接把它复制到这边，然后就开干，效果其实还可以。好，继续啊，这个上期读评有人发了评论了，说这个 Copilot 前阵子发了个邮件通知说，以前按年收费的形式不再延续了，这个以后都是按照实际用量收费。我一看还要等7、8个月才满1年，也没理他。后来 Codex 用的太爽了，我转头就跑去 Copilot 那边申请退余款了啊，也没有长期记忆啊，没有长期记忆的玩意儿真不好用。啊，这个没有长期记忆是不行，但 Copilot 应该也现在开始有记忆了吧？我觉得做这个东西应该并不费劲。现在很多的这种
长期记忆都是直接在本地装一个 SQLite。你像那个刚才给大家看的Minimax Code 就是在本地装了个 SQLite 啊，这个还是挺好使的。我的 Copilot 好像也还在续费，我得回头看看能不能退钱去了。还有说老范对 GPU 禁运的角度是从美国的视角去观察的。打个比方，酒驾是犯规的，可是警察能抓几个？酒驾事故更是屡见不鲜。但如果放开了酒驾许可，情况可想而知。公权力对抗之下，其实是商业的超暴利润。这位朋友呢，我没太看懂我到底是怎么从美国视角出发，还是从中国视角出发了啊？我一直觉得，GPU 禁运这件事儿呢，对于中国来说，从头到尾就是个伪命题，啊，从来也没有禁成功过任何一次，也没有禁成功过任何一天，对吧？我们只是买的稍微贵一点，然后有一些人在里边可以，赚取这个灰色的差价，没有任何其他的变化，啊，美国我觉得完完全全是在做行为艺术表演啊，这个事情跟酒驾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因为酒驾你会伤害到别人，而这个中国拿到 GPU 会伤害到谁呢？会让英伟达的这个股票涨得再高一些吗？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然后我看看这边啊，前2天听老范的推荐买了 Minimax 的订阅。这个你别听我推荐这玩意儿 ，Minimax 它的模型反正能用，但是呢，也经常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比如说，你问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它可能就做不出来了。你比如像今天我做的主题呢，Minimax 就拒绝回答，对吧？这个都是会存在的。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做那个切尔诺贝利那期主题，Minimax 就拒绝工作了，最后只能让 Codex 去干活。全公司把 GitHub Copilot 的账号收回去了，好吧，这个 Copilot 这个东西实在不怎么用，中介成本还比25%好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M3为了更适配各种 agent， 有点用力过猛了。我用 Anti-Gravity 编了个解析各种图床逻辑的脚本，让 Hermes 通用进行批量下载色图啊，那好吧。结果下载完了以后 ，M3 还非要做检查，而且还用视觉识别，结果触发审核不干活了。你这个，你看你干这活对吧？这个我其实有时候也碰到这种问题，但是呢，我至少这个没有去下色图嘛，啊，这你这个经验还是很神奇的啊，啊，这个我觉得回头可以把它贴在 X 上啊，这个太有意思了。发现有个搞笑的网站叫做 Codex 重置了吗？这个自动监控 OpenAI API 的稳定性，社群讨论、推特帖子之类的，然后再根据以往 reset 的经验计算重置概率。刚才看了一眼，现在重置概率是3%，好吧，那接着等吧。中国公司买 B300这类比市场价贵了30%，是的，贵30%，我觉得也还好吧。这种东西你进来要是征个税啊什么的，其实也不便宜。好，继续。OpenAI 的超级 APP 啊，有人说现在好心肠的 ChatGPT 一直亏钱，而极度抠门的 Anthropic 行业口碑更好啊，市值更高，而且已经开始盈利了。看来要解决特定的有高端难度的问题，还是要吐血用 Cloud 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这一周吧，或者是下周 GPT 5.6就该出来了，或者它会起一个别的名字，这块应该都差的没有那么多。而且怎么说呢？就是你真的到了 Mesos 那一个层级，其实普通人你感受不出来有多大差异，对吧？你真的有那么多需要
让他干2礼拜的事儿吗？或者让他连续干10天这个10个小时的事儿，你也没有，而且你也没那么多 token 让他干，对吧？所以这些更贵的这个模型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没什么意义了。还有人说 coding 就是最难的文字工作，搞定 coding，其他全都是小儿科了啊。这个不对啊，coding 是最容易的文字工作，因为 coding 是没有二义性的，就是咱们的自然语言是有二义性的啊，coding 是没有二义性的，而且呢，coding 是有语法检查，有这个测试标准，你是随时写，马上就知道什么有什么错误，马上就可以调试的吧。所以 coding 对于这个大语言模型来说，要比其他所有的任务都容易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还有人说你的 Open Cloud 是不是白养了啊？这个跟大家汇报一下吧。我现在 Open Cloud 依然是我的主力工具之一啊。我现在的工具大概是3个啊。实际上，第一个呢是 Open Cloud，就是我的所有定时任务需要多模型配合的任务啊，需要去做复杂的这种搜索和比较复杂的这种这个技能和 agent 排列的任务啊，都是由 Open Cloud 去完成的啊。然后呢，第2层呢就是客户端上的 agent 啊，就是 Codex 和 Minimax Code 这种东西，包括 Cloud 啊，Cloud 我大概到6月28号还可以使，6月28号以后我就退订了，没有续订啊。就这些东西呢，是一些本地就可以用的工具，现在呢我用的也很多。然后第3类呢是 N8N 啊，就是这种写死了流程的这个东西，我也在用，因为呢这个你通过 skill 通过这种东西去进行流程规划的话，太长了以后还是会出问题。所以我现在特别长的这种流程需要跑这个几百个节点或者几十个节点的这种流程呢，还是会在 N8N 里跑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套运作方式吧。Open Cloud 还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你比如说，我用 Codex 确实很爽啊，但是呢，我有的时候希望，用一些便宜的模型，比如说 Minimax 啊，再用一些贵的模型，比如说 GPT 5.5，然后再去画一些图，然后再去做一些，比如 Cadence 2.0啊，这种东西的这种视频生成，那你用这个 Codex 就会比较费劲，对吧？啊，那你说我现在想去，这个。用一些这种很多节点，然后需要进行多次的这个迭代的这个，用 Codex 也比较费劲啊，所以3层啊还是比较好用的。但是最后有可能都会集中到 Codex 这一层上来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还有人说整合未必是好事啊，对吧？得看情况来定。比如说微信、QQ 功能是绝对不能整合的，要不然2个就会一起凉了啊。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它微信跟 QQ 大量的功能本身是重合的，微信跟 QQ 之间不是功能有差异，他们是用户群有差异。你把用户群进行这样的整合呢，是会有问题的。对吧？他们等于用了相同的功能，但是在不同的封闭的用户群里头去啊，各聊各的，这个事儿没毛病。整合了以后啊，是会出事儿的。但是功能呢，肯定还是要逐渐的整合起来。如果有一些用户他有新的需求，你确实是可以给他放一些新的独立的品牌或者产品出来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吧，你比如可口可乐，后来发现年轻人、女性也需要喝可口可乐了，也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做了一个东西叫雪碧，对吧？当你没有这种人群区分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去让这些功能分开。还有人说超级 APP 就完了，硬件入口攻不破苹果呀？这件事是这样，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个超级 APP 了，那苹果就没有溢价了，对吧？我到那个时候，我到底是买苹果还是买安卓没区别了。OpenAI 就前一段时间也展示了他们的 OpenAI 手机，对吧？只有一个对话框，只有一个聊天的精灵，其他啥也没有。你跟他说，然后他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你做完，就完事儿了，你不需要 APP 了，对吧？这就是对于苹果手机的绝杀了。苹果手机是不可能放弃原来这套生态的啊，但是中国有的是手机厂商说您说要什么我给你造什么就完了，哪怕富士康他都愿意给你造啊，这个所以硬件肯定是可以搞定的。
说到拒绝工作，Codex 经常会说不允许他自己的脚本再去调用别的 API 或者是外部的 API 让他直接做可以，但是让他执行这一类的脚本就会出问题。没有啊，我这儿就调的好好的。你比如说，我现在就直接把豆包的 CDream 5.0的模型把那个 key 写在里头，说去给我画图去。啊，我现在不要用这个叫做什么？我现在不要用这个GPT Image 2去画图了，我现在要用 CDream 去画图，他就给我画了，没毛病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我没碰到过你这个问题。这重置了吗？网站咋听着有点像高德地图预测红灯倒计时呢？有点像啊。老范 UB 选今天突然开始卖客制化的机器人了，那能买吗？你买它干嘛使啊？对吧？你有需求吗？这种东西反正让它折腾吧，没什么意义。coding 是最容易啊，城市设计师是最容易失业的啊，这个是工程师失业这个事儿，待会儿咱们再讲。现在 Codex 也可以定时啊，是可以定时，没问题，都可以。像刚才看的那个 Cloud Code 啊，就是 Minimax Code 也是可以定时的。微信本质上是个简单版的和强监管的这个 QQ，也不能这么讲，就是它核心不要看功能，还是要看生态。嗯，我一直不喜欢用微信啊，但是七大姑八大姨都在里头，这个也只能用，这个是没办法的。我微信以前还用啊，现在是用的很少了。出了国谁还认识谁啊？这个出了国是出了国的问题啊，这个在国内大家肯定还是老老实实微信。然后这个谷歌融资847.5亿美金，巴菲特上车了这一条啊，有人说了，说这个上次全世界大囤积的是疫苗、快筛和口罩，芯片、变压器、核子反应堆比之还是小儿科。这次结局，要不同啊，AI 就得能够帮助美国赢得战争。解决地缘冲突，解决关税、供应链瓶颈，取代各国央行啊，这个你想太多了。这种事儿你让中国去赢麻了还有机会，美国是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美国本身是一套很复杂的制衡系统。董王呢，已经是在里边比较愿意，就是可以捣乱、比较愿意破坏规则的一个鲶鱼型的选手了。但是呢，他在美国这套体系内依然是束手束脚，对吧？你不像咱们似的，想要实现目标可以不计代价。所以你提到的所有这些什么战争啊、什么地缘冲突啊、什么关税啊、供应链瓶颈啊、各国央行啊这事儿，只有咱们能干啊，一件一件干过去是没问题的。只要给咱们足够多的时间，都能干啊。但是美国没戏啊，以他这个摇摆来摇摆去的一个状态啊，好像说哈里斯和另外一个女的参议员还是众议员准备代表民主党去选2028了啊，这个不知道他能不能选上。下边到底是万斯配卢比奥，还是哈里斯再配一位女性，就是两男对两女啊，看看是不是能够再看个一个世纪大战啊，这个是一个结论啊。另外一个呢，口罩疫苗那次囤积啊，结束了以后呢，美国算是复苏腾飞了啊，咱们现在还在这个稳中向好啊，这个也是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吧。还有人说啊，这个不太一样吧？互联网这个确实是交易工具，因为它本质是联网，AI 就不太一样了。我想来想去，AI 还是颠覆软件业。AI 以前软件已经逐渐向定制化靠拢，AI 以后会进入极端定制化，所有
任务都有及时生成、及时应用、及时抛弃。所有以前未能完成的软件化的任务都会被纳入软件化，然后被 AI 拿下。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我原来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做过判断啊，我说 AI 时代更多的人可以被连接在一起，更多的这种小众的生意可以被实现啊，这个就是 AI 比互联网更强一些的地方，它可以进行这种模糊的匹配啊，不需要你去把这个接口做成统一，它就可以去让大家尽量少摩擦的跑起来啊，这个是前面跟大家讲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它其实依然解决的是连接的问题。还有人说，虽然不知道 AI 春天是啥，不过程序员专业是基本白读了啊。这就是前面有人讲说这个程序员是不是都废了啊？我不这么认为。如果你就是应付个考试，你考多少分考得很高啊，这个其实都没用啊。你读工程师也好，读程序员也好，读任何专业，只要你是为了应付考试去读出来的，都是白费的。你说，哎，我这个一边读一边思考，然后愿意动脑子，愿意在这个里边找到自己热爱，找到自己的热爱，愿意去思考，愿意不断的去提升。你读哪个专业其实差异也都不大。AI 最后奖励的是愿意思考的人，处罚的是这些这个得过且过的人这个随便拿到一个答案就这么直接放过去的人，跟他们具体读的什么专业是没关系的。还有人说，我来贴一下网上查到的思科的数据吧，因为我前面讲的是思科在最高峰5792亿美金后来好像是过了多少年涨回来了现在看来说错了人家拿数据回来呢，咱就要认错，对吧？这个思科现在的市值是5120亿美金，现在市场价是130美金2000年的时候2000年3月。互联网泡沫最高峰的时候呢是5792亿，所以也就是从2000年到2026年还没涨回最高峰这就是思科现在干的事情关于认错的事情吧，因为昨天晚上跟塔主直播的时候呢，有好多人就说老范你是死不认错了。再跟大家讲一下老范自己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上来如果你说老范你错了，老范你不懂，老范你不应该讲这个，这不是你的专业。这种错呢，我都没法认，因为我不知道应该向哪个方向认然后呢，有些人呢会写一个长篇大论，说这个，而且说的前后其实也不是特别相关联的东西，怀疑是 AI 写的这种呢，我可能压根就没有耐心去看如果你说，我给你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个数据，我查的，我怎么查的？你像他这个数，这个2000年的估值2000年的市值5792亿。现在的市值是5120亿，这个数我去查了吗？我也没核对。但是呢，我觉得，这数看着差不太多，那我就来认这个错，对吧？或者有的时候说，你给了我一些这个数据，我再核对一下，我也可以认这个错。所以呢，老范不是说死不认错老范认错是有条件的，你得能说服我，对吧？然后我就会去认。就是你们每一个人告诉我，老范你哪儿错了？我呢都会去思考一下，我到底哪儿错了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被说服了我就会去认如果没被说服呢，那我会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上来说你啥也不懂你就不，这不是你的专长，你不应该讲这个，你不配，那这种呢，我只能死不认错了这个没办法。还有说这个互联网真正第一次赚钱是什么时候是充值网站会员、代币、游戏币之类的交易。你说的交易频率让人联想到电商网络，这个是不同的，不是一回事这位朋友说的其实有道理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互联网最早挣钱的，互联网的第一桶金是谁挣到的呢？是色情网站就是最早的挣钱就是色情网站，因为色情网站像咱们后来使用的什么 CGI 什么用户登录这个网站付费这个包括这个付费进去了付费会员可以看到色情图片
这个都是色情网站先开的这个头啊。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 AI 呢也在干类似这样的事情啊，这种需求 AI 也满足了一遍，但是呢，这些收入啊，它并没有真正的给互联网时代打开大门，它只是在按照传统的方式使用互联网工具去挣钱啊，没有真正进入互联网时代。真正进入互联网时代，还是交易频率上升，交易成本下降啊，进入电商时代，进入什么 O2O 时代，线上与线下相连接啊，这个才是真正互联网革命成功的时候。如果大家一直靠着这个，比如色情网站去花钱看图片的话，那互联网革命就不会成功啊，跟他什么时候挣钱是没关系的。简单流程用扣子有搞头吗？扣子现在升级到什么样我不知道了啊，因为扣子1.0我其实用了很多，扣子2.0其实长得就已经像是一个 agent 了啊，现在是扣子3.0了，扣子3.0我估计可能跟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 Minimax Code 长得差不多，对吧？现在都就是整个字节里头也是四处出击啊，你看我喜欢刷抖音，抖音里头经常有扣子直播间的人在这卖扣子套餐呢，所以我现在都懒得进去试去。微信开放 AI 接口了，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本来今天想讲这个呢，后来讲了一个其他的事情。今天喝酒回来赶上了，哎呀，这个挺好啊，让老范的节目就着你这个消化消化这个酒。老范，你的 Cloud 退订之前建议玩一玩 Fable， 这个我今天一天干掉了30%的周 Max， 这个额度啊，这个生产力数倍提升 ，Fable 最大的超出预期，特别是复制的生产系统的代码实施，好吧，复杂的吧，这个我回头试试吧，反正我还剩点额度，就把它烧了呗，不能把它浪费了，对吧？那个下载不良图片的网友要注意啊！英国最近又作妖了，工党政府下令要苹果、谷歌在操作系统的底层加入检测机制，检查到不良图片自动删除啊！这个有点过分了吧？我觉得苹果就应该坚决抵制它。苹果原来在美国不是抵制 FBI 要密码吗？这件事情应该是去抵制的。我看这两天国内报道说斯塔莫又遇上事儿了，对吧？说是叫什么呢？这个因为英国有一个小孩吧，大学生被锡克教徒给扎死了，对吧？然后现在一堆人去抗议，然后斯塔莫说：“我坚决不会去这个制裁印度人，坚决不会收回锡克教徒配刀的这个权利。”对吧？然后反正就是搞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就僵在这儿吧，那没办法。说一个自己的想法，互联网泡沫的溢出效应是增量，但是这一波 AI 超级叙事已经轮到质变范畴了啊！我觉得回不了头了啊，只能质变。如果不能质变的话，那泡沫后期的过渡很可能会超过社会承受的极限。这个肯定会啊，这个，我觉得即使能够过渡成功，这个泡沫后期的过渡肯定也会超过一些极限。你比如说吧，韩国现在是全民炒股，对吧？现在这个老人会去把退休金压进去炒股，然后所有人会借钱去炒股。小孩会把压岁钱去炒股，然后这个父母会把小孩的名字开的账户里头都塞满了钱去炒股。一旦这个股市崩了，对吧？那韩国整个的社会就一定会动荡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我记得我赶上过一次韩国经济危机啊，当时我还住在五道口，五道口那时候叫韩国街，因为那个周围当时全是韩国人。就是它叫王庄大街吧，就是在五道口旁边有一条街，
在那个应该是语言学院和矿业大学旁边那条街上。因为语言学院嘛，就北京是这样啊，就是外国语大学呢是中国人学外语的地方，语言学院是外国人学中文的地方。那个当时大家就是这个骑着摩托啊，什么弹着吉他，晚上在那吃饭，然后那一条街上全是韩国餐馆。然后赶上韩国经济危机的时候，哇，那个韩国人就在那卖吉他、卖摩托车、卖所有这些东西，然后攒了这个钱就往回寄啊。当时还有一些传闻说是有韩国女生在那个街上去卖淫啊，当然我没碰上啊。说只要能够换到美金就往回寄啊，就整成这样。就我觉得如果真的崩了的话，我们可能能够再看到一次类似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崩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它一定会崩一次的，就是崩完了以后才能起来。如果没有说服就说服啊，说服就是我睡一觉就服了，开什么玩笑？微信开放 AI 端口了，是的啊，这个因为前一段时间 AI 微信一说要开这个东西，那腾讯股票都涨得可厉害了。五代同堂啊，这是什么意思？说的哪段？金融危机是97年嘛？我想想啊，我那个时候是哪年来着？在那条街上，应该是应该还不是97年吧？应该是98年的时候，在那条街上。好像是97年啊。我95年、96年是在山东，可能是到97年就回到这条街上了。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反正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时间点。这个社会一定会动荡，说不等于没说啊，动荡未必是超过社会承受极限。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哎呀，卡尔加楚你又活回来了。这个社会呢，它分很多块儿，对吧？刚才我们只是讲的韩国啊，韩国呢一直是这种追求极限的，就是当他把这个弦拉得太紧了以后，那么崩的可能性就会比别人高啊。美国可能会好一点，因为美国其实真正的 IT 业在里边占的比重，你看按股市占，它可能占的很多，但是在人口上，在其他的各种领域里头加一块的话，它占的比重并没有那么高，就是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的。你包括中国也是这样，就是中国什么都有，盘子也很大，它等于这个坨就很稳，对吧？你就是出了一些社会动荡，出了一些问题，它可能还有这个回旋的余地。你像韩国这种，整个股市40%是2家公司，一个叫三星，一个叫 SK 海力士，然后全国5000万人开了1点几亿个账号，然后前2天这个存储芯片下跌的时候，所有人都是疯狂的借钱往里冲。但你这个一旦是真的崩了的话，反正我觉得值得去担忧一下吧，也只能这么讲。几大 AI 巨头加 SpaceX IPO 的规模总量已经超过了当年互联网泡沫时期所有总和，这能持续下去不崩就是见鬼了。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这样啊，我们也不能想着一定要崩，它呢一定会经历一些波动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能够同意的吧。但是呢，如果波动可以很好的度过呢，它也就不叫崩，对吧？现在呢，其实是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些 AI 巨头这么值钱？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是这些年呢，这个就是美股7巨头把大家的估值给拉上去，而拉的过程呢，一方面是美股7巨头通过进行互联网流量分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对吧？去把大量的社会财富窃取了，我认为它是一个窃取的过程，而且窃取了以后呢，还通过大量的回购，对吧？他到股市里去回购，挣了钱就回购，然后把自己的估值推得非常高。现在美股7姐妹占整个美股市值的比例也很高啊，虽然没有韩国那么夸张，但是也很高。那么其他的人想去上的时候，你都奔100亿去了，或者现在不是100亿，现在都奔10000亿去了。
对吧？你想在互联网泡沫的时候，那上市公司也就是十几亿、几十亿美金，它就上市去了。你现在这个一个1.7万亿啊，这个礼拜五上，还有2个肯定是1万亿往上，占1.2、1.几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往上上，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各家啊，7000亿美金要从股市上把它抽回来。其实这几个上市的公司在股市上抽不回多少钱来，对吧？这个也就是抽个加起来可能能抽个2000亿美金出来也就完事儿了。所以呢，等于今年各大上市公司加上这3个这个新上市的公司，需要从美股上大概要抽1万亿美金出来，对吧？你就前头，你比如谷歌加上微软加上亚马逊加上 Oracle 加上这个其他的一些这种公司，要建这个7000亿美金的机房，那这7000亿美金肯定是从股市上回来了。原来这个钱应该是投进去回购的，现在我不回购了，我现在拿出来去做这个什么，去建机房去啊，就搞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压力肯定要承担啊，那承担完了以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也不希望它崩，我们也希望它能够相对平稳的混过去，对吧？它崩了对所有人都没好处。韩国可以参考郁金香时期的荷兰，这个，哎，这个太遥远了吧？但是韩国人，反正我觉得韩国人赌性还是挺重的啊。我发现可能韩国人赌性重，还有一个越南人赌性也很重。为什么说这一波的 AI 超级叙事已经轮到质变范畴了呢？这个质变如何判断呢？我觉得这个可以去讨论吧，这件事儿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啊。五代同堂指的是房贷、增贷、信贷、理财房贷，股票质押啊，都放进股市了，好吧？那这个叫谁呢？这个韩国确实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被放空半导体产业，本够大事实啊，哎，这个反正韩国半导体这个事儿其实是很危险的啊，非常非常危险，因为大家都在扩产能啊，他在扩产能，美国在扩产能，中国也在扩产能啊，那么一旦中间哪一块压住了没有过去，很危险。老范对回购以前都说过几次，具体的回购有点语言不详啊。以后可以但是回购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周五吧，看看我们是不是找一期来讲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值得去讨论一下的啊。但是回购的过程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因为我以前的公司也参加回购，对吧？也干这个事情啊。但是呢，我们做回购的原因跟其他人不一样，是为了避免退市啊，所以会去做那么一点点回购。这个我觉得值得去讲一讲，因为12号应该是今天是10号、11号、12号，就是特斯拉啊，不是特斯拉，SpaceX 应该是北京时间的礼拜五晚上上市吧？啊，那我们就在礼拜五来讲一讲这些事情啊。也很多人说，哎呀，老潘，你再去讲一下特斯拉 Space 啊，不是特斯拉，就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我说这玩意儿实在没啥可讲的，对吧？人家该上就上呗，那能怎么办呢？那我现在说它涨，说它跌有什么意义吗？没什么特别大意义，对吧？我看看礼拜五是不是把这个事儿再讲一讲，包括这个回购啊，包括这个崩盘啊，包括这些事情，咱们可以在礼拜五直播吧，咱们就讲这个话题。欢迎卡尔加厨到时候来这个什么啊，来掀桌子。不能说中国人好赌吗？中国人我觉得现在还好吧，就是在什么时候呢？在蒸蒸日上的时候啊，还算是比较好赌的，但是在稳中向好的时候呢，就比较平和了。质变怎么看出来的？用过 Codex 之类的东西，应该反问：这他妈还不叫质变啊？这个不能这么讲。不能去说，因为我用了 Codex， 我觉得这个我的生产能力或者我的这个生产力提高了很多，就叫质变了啊。就是当我们得到这种特别强劲工具了以后，会有这种我无所不能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或者是一种虚假的感受。
就是你真的要去在整个社会里边推动起来的话，还是挺费劲的啊。我记得我以前特别喜欢看的一本啊，这个特别古早的玄幻小说叫《亵渎》啊，这个那个真的是我看的最早的这种神书了。它里边有一本书叫做，就是有一本秘籍或者叫宝典吧，叫7页神书，每一页就是代表一个向神再走一步的这个能力啊，就是你只要每翻过一页，你就向神的方向再前进一组，再前进一步了。倒数第2页叫我无所不能，最后一页叫我不是无所不能，就是当你翻到最后一页我不是无所不能的时候，你就成神了。这个有兴趣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绝对神书啊，算是中国网络文学的不能算开山之作吧，但是也差不太多了。去年奥特曼说这个 AI 相当于文艺复兴的级别，但是现在几家科技巨头的虹吸效应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往的量比，太大了啊！接下来我就回答质变范畴，剩下的丢给老范聊。可以，你来回答吧。人都好赌啊，这个非老中独有特性，这个，但是有的时候这种全民族好赌还是比较吓人的啊。所谓质变，第一啊，参考叙事本身，好吧，你这个再来，离不开 Codex 了，Codex 我现在也离不开。第二，资本市场的聚拢比值，个人判断绝对失衡了。这个也要看吧。好，我们先继续读着网上的评论啊，这个 token 账单爆炸，这个有人说老范不喜欢 Anthropic， 大概率是民族主义，属于为了旧刹车去点新引擎，被时代落后的好恶啊，这个怎么说呢？我确实不太喜欢 Anthropic， 但是呢，其实人的好恶是这样的啊，就是一开始的原因可能是很小的，然后慢慢的去把它积累起来啊。这个我这个人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呢？我愿意承认我一开始因为一个很小的原因去讨厌它，然后呢，其他的原因是逐渐积累的。我不会上来说，因为我讨厌他，所以他就是十恶不赦，什么都不行，对吧？他从头就是坏的。我不是这种人啊，就是我最开始讨厌 Anthropic 的最核心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贵啊，这东西太贵，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产品做的挺好啊，技术做的也不错，然后这个各种的方向选的都挺准的。他们做的这个宪法 AI， 然后用的这些东西，包括一些比较理想主义甚至稍微幼稚一点的东西，我觉得都挺好，对吧？就是贵。至于说他不让中国人用这件事儿呢，也没什么别的，对吧？我只是觉得，就是把一些这个叫什么呢，商业诉求吧，包装起来了啊，然后呢，用了一个比较幼稚可笑的方式去进行解读，对吧？从民族主义的地方，我可能只能看到这一点啊。这个他们说我不给中国人用，因为这个因为那个啊，我给中国人卖显卡了，就相当于给北朝鲜发核弹了这种言论啊，我觉得就是比较幼稚，对吧？它核心的诉求还是商业的。当然了，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吧？一个事情呢，不同的人看有不同的角度。对于我这种，比如说在流量圈啊，或者说在商业圈混的这些人，我就没法去理解说这个人完全理想主义，对吧？就跟说的不好听叫什么，叫这个妓女无法想象有一个女人不卖啊，这个事儿就是我可能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就是在这种比较脏的环境里长出来的啊，我看每一件事情都是从最本质的商业诉求去看啊，这个事儿是为了挣这个钱，那个事儿是为了挣那个钱啊，那么在这个里头有人去标榜自己这个多么理想主义呢，会让我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看不起啊，跟民族主义没关系啊，所以我对 Anthropic 的喜好就在这儿，我确实不喜欢。啊，但是呢，我对每一个公司都是这个地方我喜欢，那个地方我不喜欢，然后总的来说可能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啊，大概就是这样的。我不会说绝对不喜欢这个或者绝对喜欢那个，这种对于我来说都不存在啊。
这个 token 账单爆炸，还有老范这次大概是 AI 搞，这个里面 AI 味道实在太重了啊，观点过于极端。以 Uber 为例，$1500并非小数目，以总员工数计算，这笔费用大概占了研发预算的17%。在没有看到实际效果之前，当然有理由加以限制，而且当前的 token 费用暴涨，过去1个月的费用1天之内烧完也不奇怪啊，不是说不用 AI， 只是考虑一下成本效益是老板不得不考虑的。咱们呢讲2件事啊，第一个是 AI 稿的事情，我现在呢还在跟 AI 去磨合啊，这个AI 去搜集信息，去进行这个架构调整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比我自己写的好。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一些我不是那么熟悉的稿件呢，我会更依赖于 AI 的稿件一点点，但我肯定会自己讲，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而且这个稿件我也会在 AI 的基础上反复的去修改，那么有的时候会修改个10几次吧，然后呢才会去形成最终稿。然后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我看到了不是而是就是 AI 的，别这么想，这东西不是 AI 发明的，对吧？老范在没有 AI 之前也是不是而是这个套路的，因为程序员就是这么说话的当然这个可能我又地图炮了我至少我自己原来就是这么说话的。那你现在不能说因为 AI 说不是而是，然后你看到我说你就觉得我是 AI 搞这事有问题跟这个稿件之间的这个磨合，或者用不同的这个形式去调整输出的过程，这个肯定还会再做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现在你要让这个 AI 判断程序去判断说哪个是 AI 哪个不是 AI， 你让他去判断莎士比亚，让他去判断所有这东西都是 AI 做的，所以呢这个你觉得这个是 AI 那个是 AI，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叫做过激反应这个东西实际上就跟过敏是一样，不用太担心这个，你就看老范到底在说什么就完了，对吧？然后这是第一个跟 AI 稿有关的第二个呢就是Uber 这个事情，你现在或者说以现在的这个视野，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它的未来做的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机会或者有没有价值。以现在的这个坐标系判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错的然后你要以现在的坐标系去判断有没有价值，然后去限制他们使用限制他们的 token 数量的话，这个事情也是错的，一定会错过最应该去赶的那趟车这个不是我极端，是我们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最后我们讲的这个里恩菲尔德步枪使用这个弹夹限制器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对吧？你说哎呀，这个人还没上战场呢，他到底打得准不准他一下把弹药都浪费了怎么办我给每个人都加一个这个弹药限制器吧，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就不能干这个事情。我看还有人讲说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梅塔里边得冠军的那个人，就是烧最多 token 的那个人被开了这个其实就对了，就是我们就应该去惩罚这种个人你去浪费 token 去做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发现了以后把你干掉，因为你一开始的心思就错了。但是你要给所有人去发这个弹夹限制器的话，这个事儿就属于反动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要用今天的标准去判断明天的成败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好我来看看你们又说了点什么了这个网络文学的开山之作是痞子蔡的吧？不是，痞子蔡的书我还没怎么看过但是亵渎那本书建议大家去看，还是写的不错的。如果没看过的话，我个人判断你过去判断正确过几次呢？这正确率好像也没有质变这个东西其实不用太担心这种事儿。我相信每一次判断的正确率都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不能因为一个人过去判断对了多少次，下一次就会一定正确或者一定错误就跟这个很多人说巴菲特都这个了，巴菲特都那个了，那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没有意义但是我们做了判断，我们可以说，哎，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事儿本身并不丢人也不怕错。至今不知道当年这个达利奥在百度经历了什么，才让他对中国有这么大的仇恨。他不光在百度经历了，他原来还有个中国女朋友呢，对吧？这个他前女友是个中国人
它没准是这个有其他方面的伤害呢。绝对失衡和质变，这其中有太多的腾挪空间了啊，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事情还是没有一定之规吧。就是你现在你说，哎，什么叫 AGI 这玩意儿有一定的标准吗？没有，包装起来还是装起来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达利奥啊，这个达利奥阿穆迪是这样的，就是反正他可能自己有这个叫什么的部分啊，有这个真正理想主义的部分，只是呢，我不太愿意先相信啊，这个事儿我要承认。我想象中的质变是的一个现象，开源软件替代同类商业软件普及，例如这个替代，这个我倒不认为开源软件就可以替代商业软件。其实开源软件的使用成本是要比商业软件高的啊，千万不要认为开源软件便宜。不抬杠吧，哥们儿，这个现在所有的聚拢都在，这个都是预期未来兑现。你看现在市场对于未来的兑现量价，各有各的判断，都没有错啊。这个对错这件事儿呢，还是要等着时间来判断啊。其实我觉得最终肯定会迈过这个坎儿，但是这个坎儿迈过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些震动吧。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达成一致的啊。阿莫迪早期在百度 AI 部门干过啊，正好遇到了魏则西事件啊，这个应该也不至于，因为他在百度到底遇到什么，其实也不知道。他在百度呢，其实是汇报给吴文达的，当然吴文达最后也被踢出来了，应该是吴文达先出来的，他后出来的。既然 AI 都质变了，那么用没质变的聚拢比值来判断，岂不是有点矛盾啊？这个现在确实是充满很多矛盾啊，就是这样的。我今天还听了一个访谈，说 IBM 的 CEO 啊，还是一个什么高管，然后跑去访谈，然后他就说这个东西绝对是泡沫，而泡沫的一塌糊涂，肯定不行了，对吧？你用现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钱啊，然后呢建了这些机房以后，是美国 GDP 的可能30%多还是多少的钱去做这个机房，然后你每年要挣多少钱出来才能养这个机房，这不可能的。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永远让我想起这个西奥多罗斯福那个笑话啊。他当时我忘了是纽约市市长还是纽约市警察局的局长啊，纽约市市长，他好像当时纽约市市长，然后纽约警察局就要求去装电话，他说不行，不能装电话，装电话以后这个你们会拿它包电话粥的，外边人有事打不进来，对吧？他就是用过去的思路去思考未来，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矛盾肯定是无处不在，现在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候。现在大 A 只有科技股涨，其他股都在跌啊，使我联想起08年牛市末期，只有少数大盘蓝筹股在涨，其他都在跌。想问老范怎么看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你像美股涨呢，一方面呢它是业绩好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回购，就是回购实际上它就会涨，就这么简单啊。然后中概股就中国股市涨呢，你就真不知道它为什么涨。啊，你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呢，你跌的时候你也不要问为什么跌就好了。我现在已经不纠结看到的内容是否是 AI 生成了，就像不纠结有些东西是不是纯手工的一样，纯手工的不一定就好，是这样的。对，但是我现在每天都会在评论区里看到，哎呀，这个是 AI 的吧，那个是 AI 的吧，我觉得呢，就是有点过敏啊，不要太纠结这件事情。跟怀疑女友无关啊，这不懂啊，这个具体的事情我不了解这个事儿。我理解的判断是范式转换，啊，这个类似文艺复兴前后，但是核心在于过渡期间、过渡时间和形式。我个人觉得，如果的确是一次范式转换，过渡期要比文艺复兴更难熬，但是如果不是文艺复兴级别的话，就 cover 不了现在聚拢效应的量级。我都是猜的啊，不为准啊，随便聊聊。哎，这就对了，就不要把自己搁在里头。这个我记得当时看的是，
鲍威尔传啊，就是当时在海湾战争以后，鲍威尔写了一篇传记叫《我的美国之路》，那个里边写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不要把自我和观点混在一起啊。咱们这儿有些人特别像卡尔加厨，特别喜欢去抬杠，对吧？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旦你把自我跟观点混在一起以后，当你的观点站不住脚的时候，啊，你的自我就无所遁形了啊，这个事儿是不行的，一定要分开，观点就是观点，自我就是自我啊，没有什么不可以承认啊，这事错了，错了错了呗，有什么问题吗？但是你要让我认错之前，你要先说服我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对吧？也没什么可抬杠的，这事没什么价值。喝酒之后总是打错字啊，打多余的字啊，这个无所谓。拜托，原来你喝酒打错字质变了啊！这个有些人就喜欢去质疑别人啊。这个我最近还看到一个人说，一个特别快乐的人怎么会不停的质疑别人呢？啊，这个当然，我觉得卡尔加厨你可能还是挺快乐的吧，在质疑我们的过程中，然后找到快乐，挺好的，给你提供一些疏解的地方。继续啊，AI 自我迭代 Anthropic 喊停了。这条视频下头呢也有一些评论啊。第一个说的是训练水平已经到瓶颈了，用最新的4.8写一个算法，必须用 GPT 5.5去 review， 每次都是好几个啊，他也都认错啊，这个没有贬低的意思，还是很好很强，但是离可靠还差得很远。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未来这个我们需要跟 AI 合作和沟通的这个过程需要转变啊，就是你再去向他提问题这件事儿，大概到 GPT-5就已经到头了，你就再往前发展，其实不会有任何变化了，或者说我们感觉不出来了，对吧？再往后的都是你要给它比较长的这种，需要去在 agent 里头滚个十几圈啊，滚个这个10分钟、20分钟那种任务，你才能看出差异来了。然后啊，这个我认为 Anthropic 意识到它的大模型也已经接近天花板了。呀，这个要过热，赶快把这个插上。再近一点，把我们的风扇近一点。好嘞。我认为 Anthropic 意识到它的大模型已经接近天花板了，因为它没有对底层做性的优化，而中国的 DeepSeek 底层做了很多革命性的优化，可以预见未来 DeepSeek 的新版本超过美国的几个前沿大模型是很可能的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DeepSeek 去做底层优化这件事儿呢，它属于叫不得不做，因为没那么多显卡嘛，你只能在这儿继续往前走，你不走这一步的话，可能就真的没有以后的事情了，对吧？那么，其他的中国模型实际上都在抄 DeepSeek 的作业啊，把这个底层什么分散注意力啊，把这一块抄过来以后呢，就可以省算力。但是呢，我并不认为，这就是弯道超车可以去追赶 Anthropic 的这个路径，对吧？Anthropic 也好，GPT 也好，包括 Gemini 也好，他们现在在探索最上面的地方，我到底能走多远？而不去关心说我底下可以省多少算力这件事情，等这个 DeepSeek 把底层算力省好了以后，可能人家已经跑出很远去了啊，所以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方向。还有啊，这个就让它自我迭代嘛，看看效果咋样。就像看了9部拆弹电影，都是大 boss 倒计时停在最后1秒，第10部费劲巴拉拆除2枚核弹，最终真的让他们爆了，对身体是否有害，暂且不说，人类一定喜欢第10部。这个不能这么讲啊，拍电影毕竟是拍电影，这个拆弹这件事情呢，还是会有一定的几率会爆掉啊。然后我们每拆一颗弹，它这个几率其实都要从头开始计算的，对吧？我们还是不希望在任何一颗它真的爆了啊，这个因为爆了以后那个代价是非常非常惨痛的，特别是 AI 这种东西一旦爆了以后的话，那这个会非常非常麻烦
啊，我们还是尽可能的要去控制一下。老范不认错的方式是指责是抬杠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想让我承认错误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你告诉我具体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对吧？然后呢，正确的数字是什么，然后我就会认。啊，前面其实你做过几次啊，就是我忘了是哪几次了，就是你确确实实查了数据，然后呢给我摆出来了，然后我就会认认真真的去读屏去认这个错。啊，你可能那一次读屏你没在而已。然后呢，你如果没有说服我，那我只能是说再对你施加压力，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讨论出一个明明白白的结果出来啊。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沟通讨论的过程。看来老范不快乐啊，老范的节目很多都是在质疑啊。对啊，老范要快乐就不坐在这儿录节目了。你看，我可以承认自己不快乐，你能吗？每一次质变伴随着天然的矛盾性，很正常，啊，这也是过程讨论的乐趣和价值。但是我还是要老话重谈啊，如果预期见顶，那一定会崩一波，没有办法啊，除非发生一些非预期达成。这个，我觉得咱们就别说崩吧，咱们就是说这个会发生一些波动吧，对吧？这个波动可能这个很大，也可能很小啊，这个也就是如此了。我觉得 DeepSeek 思路一直很清晰，从头到尾 DeepSeek 就做一件事降成本，这倒是真的啊，它的成本确实降得很好。听了老范在五道口的经验，准备去悉尼的韩国区蹲着了，坐等韩国股市大崩溃，就去挽救小姐姐，做做善事啊，好吧？韩国小姐姐呢，一般都是人工美女啊，虽然她还是女生，但是这个脸一般是修过的。摄像头这么容易过热，这是说是产品缺陷不为过啊？为啥都对大疆这么宽容？大疆反正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这种产品，你像大疆的 Action 2就是这样的啊，是很容易过热。然后呢，还有这个啊，就是这个东西叫 Osmo Nano 啊，这个也很容易过热，这个大概 4K 60帧，跑到20多分钟就过热了。然后呢，Pocket 3是不过热的，像我现在用的 Pocket 4会过热。Pocket 4的话，4K 30帧，1个小时，大概一共用了70分钟吧，开始预警过热，但是并没有直接的并没有直接关机啊，大概再过个十几分钟，如果你不管的话，它就关机了。这个没办法，就是你在这么小的这个空间里头要做这么密集的运算，它肯定芯片很小嘛，呃，然后你要去做这个4K 30帧或者4K 60帧的H.265的压缩，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滤镜的这种运算的话，这个对于它这个芯片来说确实比较费劲。但是如果比如说它能够使用，比如说3纳米啊或者更好的芯片，也许会改进啊。我现在不确定大疆里边用的是谁的芯片，我估计它芯片应该也还是台积电给它做的。你觉得你不快乐很好啊，这个，但是接下来质疑我能吗？这个就有点幼稚啊，没问题，没问题。我不是说我觉得我不快乐，我是说我可以承认我不快乐，对吧？你能不能承认啊？甭管你快不快乐，如果你不快乐，你能承认吗？对吧？你四处出来质疑别人啊，你还说你很快乐，那么这个按照我的经验呢，通常每天出来质疑别人的人呢，通常都不太快乐，对吧？那你说我这个可能不快乐，那我说可以啊，没问题，我可以承认啊，对吧？那这个就是这么个情况。过热降低画质，问题就在这儿，它没法降低，这个东西是死的。就是原来 Pocket 3接到电脑上以后呢，它是1080p 30帧啊，现在这个 Pocket 4接到电脑以后是4K 30帧，它没法改，我没找到任何改的地方，问了半天 GPT 它也没法改，所以只能等着它过热，这个没办法。单反长时间 4K 也很热啊，是的，但是单反个儿大呀，单反它的散热空间是很大的，单反里头那个框架是铝镁合金的。马上对手出 Luna 了啊，这个据说不错，它不是也要出4P 了吗？
好像都是10几号出，就下礼拜出，半个小时就过热。那我拍个特斯拉自动驾驶的旅游加上科技视频，岂不是有点麻烦？你降低分辨率，就是你如果自己拍的话，你不连电脑，你是可以调分辨率的。1080P 是不会过热的啊，但是4K 肯定还是会的。但是你用 Action， 你比如说你用 Action5、Action4，包括现在最新的 Action6，它都不会过热，就是 4K 60帧，我是拍过这种1、2个小时的，它是不会过热的。然后这个用这个 Osmo 360啊，这个 4K 啊 8K 50帧也不会过热啊，这个我都试过。但是你比如说你放在这个车上，太阳直射，那它过热的就会很快。唠一个题外话，懂王效应已经让很多人都妥协集权社会了，非常感慨，美国还是21世纪的风向标啊！这个，懂王的事情呢，我们毕竟不在美国啊，咱们就，反正我不在吧，你在不在我不知道啊，咱们就不折腾他的事儿了。懂王还是给我们贡献了很多话题的，很好啊。这个。继续，钉钉内网7万字长文这条，有些人说了，说这个，这篇文章我看了一下，这个所谓7万字长文的作者其实是个普通员工，入职不到1年，工作经验也很浅，职级也不高啊，能看到的东西和信息其实非常有限，又正好经历了一个产品的转型动荡期，看到了很多高层的失误，于是就认为他比高层更懂，进而有了这篇文章。而且文章中其实除了大量细节、技术末节的流水账外，还充斥了大量的情绪性、发泄性的主观判断啊，这也是我没有完整看完的原因，太浪费时间了。但是凡有过创业经历或者在企业中完整负责过一个项目的，都清楚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你有点太傲慢了。每一个人站在一个这个位置上，他能够盯一个产品盯完了，你不要管他说啊，因为你是一个基层，你就不懂啊，你这个就是根本就不知道上面老板有多辛苦啊。这个怎么说呢？要么你是老板，要么你是狗腿子，对吧？这个有点太傲慢了。任何人啊都不应该这样去管理团队啊，即使是再难啊，你这样去管理团队都是不对的。啊，你把团队压成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然后去让大家做一大堆无用功啊，都是非常非常无聊的事情。如果你觉得这就是合理的，那你可能就是像吴钊这样的人啊，那也没办法，或者是吴钊这样的人的狗腿子。还有啊，说大厂本来都这样，也不是阿里一家啊，写这么一堆垃圾有什么用？用户也不会离开，组织也不会重组。资本也没有感觉，大厂从行业领袖到就业黑洞，到无可奈何花落去，都是一个固定的剧本，大家都等着一经落万物生。我看过很多小灯、中灯上万言书，打算做中兴名臣的可笑故事，徒增谈资而已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每一个人在他们还有理想，还愿意去写万言书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鼓励他们去写啊！你不应该说你们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啊，忍一忍，然后呢，把大家都磨成小白兔，或者都磨成没有棱角的这种老油条啊，职场老油条，这个太可悲了吧？至于说所有的大厂都一样的，我是不同意的啊，就是每个大厂还是有每个大厂的特点的。这个里头阿里属于是特别过分的一个。阿里属于他们家的这个叫什么呢？是最差的啊，就是他们的这个文化是属于最差的，没有之一。你说哎有差的，我们就都这样，我们就那个什么，任何人出来想去发表这东西都很可笑，那你不觉得你也很可笑吗？对吧？还有啊，有人说是作为曾经互联网大厂的三姓家奴啊，这位朋友应该是 BAT 都混过啊，这个还是很强的。对这个感慨颇深啊，对这个感触颇深。互联网大厂的这种风气都是阿里输出的，阿里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也培养了很多这种
糟粕文化很多，然后很多这个后来的大厂都疯狂的挖阿里的人，带来了技术，也带来了这些恶心的文化。我顺便想说，一直不喜欢钉钉啊，堆砌感很重，乱七八糟，很多贴满小广告的东西。感觉阿里可能早期创业大家都很厉害，但是组织大了以后，人浮于事，特别喜欢做表面的业绩，自己搞点啥事情，业绩也是靠自圆其说。当时我在阿里混的时候，当时我在阿里混不下去的时候，本来考虑内部换部门，去个阿里混的不那么还不错的朋友的部门，但是那朋友一番理论，让我彻底离开了阿里。基本核心观点就是，业绩可以自圆其说，只要跟对老板，搞好关系，好业绩就是你的啊，发的就是阿里的股票，自己手上的业务好不好无所谓的啊，这就是阿里有人在阿里混过了以后给出的这个结论吧。我觉得还是非常强的啊。其实这几家公司吧，我没在里头混过，但是跟里边人其实打过很多交道。腾讯的人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淳朴的啊，比较幼稚一点，有时候啊，腾讯还是相对来说这个互联网几家公司里头混还比较清澈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阿里呢，确实像这哥们儿说的啊，就是卷得一塌糊涂，而且极其野蛮的一个地方。我记得原来有一人写过一个文章说，在腾讯大厦里头，在中午吃饭啊，大家都要去挤电梯。这个电梯呢是，就是没有人去反向摁电梯。什么叫反向摁？你比如说吧，你在9楼，这个楼呢一共10层，啊，你呢如果先摁向上的箭头，这个电梯就会先上来，啊，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先上电梯，先把这个位置站住，然后等再下去的时候把它这个，就等于是你有机会了，然后其他人就上不去了啊。这个就是腾讯就是他没有人去做这个反摁电梯的事情，而阿里的那个大厦里头，所有人都会去反摁电梯，因为他认为这是这个效果最好的，它就是差异就差在这儿。然后呢，这个百度呢，其实风气比阿里还差，百度属于完完全全的这个阶级斗争风气啊，就是跟对人就一切都有，跟不对人就全扯淡，然后内部斗来斗去的一个风气。然后其他的话，小米呢，其实一直是有点小家子气啊，这个是真的。字节的人呢，相对来说有点暴发户啊，这个咱们就胡说八道吧，你就当我是胡说八道就完事了啊，咱们就什么也不说了。好啊，这个最后呢，跟这个讲一下这个钉钉内网7万字长文，也就是这一篇置身钉内阿里自己的回复啊，因为阿里今天合伙人委员会，也就是马云啊，还有他这个蔡崇信等等这些人啊，他们是叫合伙人委员会，他们自己做了一个回复，咱们看看马云他们是怎么回这个东西的。叫有情有义有成长才是阿里文化。各位同学，这几天公司合伙人组织关注到内网置身钉内在内外部引发的讨论，合伙人也就是钉钉目前合伙人也就钉钉目前团队文化做了认真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无论什么情况下，无论任务多么紧迫，都不应该出现帖子中所提到的钉钉团队这种管理方式。这种方式从来都不是阿里文化倡导的方向，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阿里人聚在一起是因为彼此信任，一起做成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互相尊重，视人为人，有情有义，是我们文化的底色。无论时代如何改变，技术如何发展，这些底色阿里巴巴一定不能改变。阿里的未来在于创新，但是创新依靠的从来不是高压和机械执行， AI 时代更是如此。阿里的创新依靠的一定是每位同学的热爱和创造力。我们坚定地相信，只有充分尊重每位同学的个体价值，
才能真正创造客户价值，走向未来。团队氛围如何，各级管理者是第一责任人。leader 的责任是远见，是主动担当，是团结和激励团队。人是阿里最宝贵的财富，培养人、激发人是每个 leader 的责任。AI 时代，当机器可以替代很多人可以做的事情，人成为了我们最宝贵的财富。AI 时代，我们更需要坚持有情有义，需要共同培育一个开放、包容、多元的工作文化。合伙人委员会2026年6月10日啊，这就是阿里官方的回应。那么纠结过热干嘛啊？这就是产品分类，高等级的价格更贵，肯定不过热。这如果 Anker 160瓦充电器和140瓦充电器一样啊，这个，大疆好像最近也出了个160瓦的充电器，200多块钱。Minimax 说是量比原来少多了啊，这个有感觉吗？我还没有感觉，我觉得 Minimax 量还是挺大的，而且我的这个周限额也给我取消了。啊，这个也不在哈，没问题，在京津冀。老范好啊，你好，你好，你又赶上直播了，你还是在日本吗？还是回美国了？这2天美股大跌啊，也不能这么讲，它是跌了一天，涨了一天，又跌了一天，对吧？今天晚上开盘了吗？现在开盘了吧？现在什么情况？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啊，是不是科技风暴要来了啊？这个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大家的弦儿都绷得很紧啊，这个是真的。老范今天的封面让我想起了威尔史密斯吃意大利面的 AI 视频，对比2023年的初代网络谜团啊，2026年 AI 能做出的电影感视频，质变已经来临了啊！这个我觉得质变这种事情呢，对于一些不愿意承认的人来说，永远不会来啊，他永远可以活在自己原来的世界里。前面提到昨天和塔主的直播，我来晚了啊，这个只听了后半段，但我觉得老范和塔主一直没有讲同一件事情。塔主感觉还是在聊传统教育如何更符合理想价值观，但核心问题在于传统教育范式整个都可能被颠覆，连基础教育价值观都很可能被重塑啊，这个是这样的。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说，因为我自己毕竟不是从事教育行业的嘛，我可能更关注的是，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啊？而塔主呢，原来是新东方的，现在呢在做这个英语教师培训，啊，他呢更关注的是怎么能够让原来这些老师继续去适应这个环境。这个我们关注的点肯定是有区别的啊，这个是这样的。感觉现在聊 AI 泡沫见顶的话题总是会得罪人，可以理解大家都是很想挣钱的。不过单说挣钱的话，其实有可能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这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像我现在也是重仓科技股，所以科技股暴跌了，我也很痛苦，对吧？去年吴钊这个发布会我看了啊，那时候有些期待，但到了千问买奶茶那个发布会，第2天把阿里就全卖了。大企业非常沉重和明显是这样的。这个原来不还有那个吴钊还传过一个事儿吗？就是凌晨几点去巡视，然后看看有多少人在。后来还出来辟谣说那不是他，这是别人啊，这个不是吴钊。现在看肯定就是他。赶上直播了啊！好久没看直播了，要注意赶啊！这个每周3晚上8点都有啊，每周5晚上8点也都有啊。不对了，不是说你说泡沫是得罪人，是你的逻辑有点不逻辑啊。然而现在明白你是喝高了啊，这个其实没必要去说谁喝不高了，喝高不喝高了。
这个卡尔加厨啊，你觉得呢？现在比如说没有进行这种范式转变，没有进行这个迭代，你呢不要问人家说你去证明一下，对吧？这个没有意义，不礼貌，对吧？你说我觉得为什么没有去转变啊？这个就可以了。我们每个人说自己的理由，不要去质疑别人，也不要质疑别人的出发点，这个都没意思。且看吴门能坚持多久啊？还是看哪天马云回来吧。话说的漂亮，越漂亮你就得越小心了啊！这个说的哪段？还在日本啊，那挺好，比较容易赶上。跌呗，跌了就买啊，这个是这样的，跌了就买。前期涨太多了啊，这几天跌一点又有何妨啊？是盘整一下。以前只知道巴菲特贼啊，看了老范的那期分析之后，觉得巴菲特更贼了啊！老油条永远是江湖传说，但是传说被遇上，往往被人们忽视啊。这个，但巴菲特这个事儿呢，其实，因为我以前遇到很多币圈的人啊，但是这个事儿跟巴菲特可能没有那么大关系。他们的逻辑就是因为你挣了很多钱，所以你说的东西就是对的。就是我其实一直不太认可这个观点。包括巴菲特啊，巴菲特其实他做成功过很多生意，但是呢，他也有好多交易其实是亏的，或者说很多机会其实是错过的。苹果的发布会有什么亮点？没什么亮点，唯一的亮点，这个中国还用不了，对吧？我实在是看了以后懒得说了。老范是质疑我的质疑啊，没有啊，就是我们看，你看我们回答你的质疑都是想办法去摆事实讲道理，对吧？你上来没有事实没有道理，然后就质疑别人啊，你喝多了啊，你这个不懂，然后你像这个这个其实属于无效质疑啊，就是我不能说你不能质疑，就是你这个质疑没什么效果，还是要利用这个有限的字数啊，尽可能把你有价值的东西说出来啊，很期待。特斯拉跌了一些啊，可以抄底了吗？可以啊，等他们去合并呗。那还怎么办呢？好，我们还有一些啊，这个高考还能改变命运吗？有人说啊，考上4年后送外卖，考不上今年送外卖。这个事儿啊，其实我讲的就是，你上了4年大学，你就有4年不一样的经历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你上了4年，送了4年外卖，你有送4年外卖的经历啊。这个上了4年大学，有上了4年大学的经历，这些经历都会去改变你的这个性格啊。然后最后你会带着所有这些经历和性格去迎接新的时代，这个还是有巨大差异的啊。然后呢，有人说啊，说大陆招电工是要电工证的啊，都好多年了。但是我觉得给我们来装空调，给我们来去做各种维修的人，也未见得就有电工证，反正也没有人去查他。你找他要的话，他也不会给你拿出来，对吧？因为现在在大陆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买了个空调啊，或者说我今天要修空调，我现在要做什么所有这个事情，他就都是这种众包型的啊，就是类似于5八同城这种，他就来个人嘁哩咔嚓给你弄上来。这些人别说电工证了，他们好多人连身份证都没有，对吧？因为我住的这个大院进来是要身份证的。对吧？那没有身份证进不来，那你说一个连身份证都没有的人，你相信他有电工证吗？这个我不知道啊。你可能有一些大厂或者这个比较好的地方，他们是要求电工证的，但是我不确定他们所有人都要求。这个还有人说啊，这个揣着明白装糊涂啊，这个瞎尽瞎扯淡。高考为什么能够逆天改命？因为那些普通人能够离开农村和落后地区，在大城市或者这个县城扎根的唯一途径就是高考啊！没有大学文凭就不能在城市里边找到工作，解决户口，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不然，你有10级电焊工的证书，也只是一个工厂打工的临时工或者是外地人。你觉得大学文凭没有什么作用，是因为你祖上积了阴德。如果你出生在山沟里面，你就不这么想了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你现在有大学文凭呢，你也解决不了户口。
对吧？你依然是临时工，你可能还没有这个实际电焊工的这个证好使啊。另外呢，这个有一点你说对了啊，这个我确实祖上积了阴德，我自己不是第一代大学生，我父母也不是啊，就是他们上面也都是大学生。然后呢，这个我的这个什么这个爷爷奶奶姥爷这个也都不是啊，就是我们家就没有一代大学生啊。当然前面可能是一代大学生，因为再往前不是上大学了，他们是考什么秀才举人这些事情去了，对吧？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家确实没有这个一代大学生这种感受啊。所以我其实里头也解释了，说这个一代大学生这件事儿呢。很多人呢视角不一样啊。从我这个视角来说，大家就算是原来农村出来的一代大学生，他到我面前，他就不再去很光荣的显摆这件事情了，对吧？那这个怎么办呢？我就也没法说什么了。所以从我的视角，我确实没观察到啊，这个事儿是真的。有人说雷军是一代大学生啊，那好吧，这个我见过啊，雷军我是见过的。还有人说这个叫做谁呢？刘强东是一代大学生，但刘强东我没见过本人啊。我虽然跟京东的很多部门很多人打过交道，但是我没见过刘强东本人。还有人说啊，我们不在意规则，但是在意权利，或者说在意潜规则，并且这个在意不是尊重，而是蔑视并恐惧啊。这个我觉得说的很好，就是规则呢本来应该是凌驾于权力之上的，但是在中国呢，大家更在意权力，就是第一根本大法是领导的看法啊，就是我们这儿就是这样。一边呢对领导唯命是从啊，另外一边呢在想着我怎么把他踩在脚下，怎么爬上去。所以呢，中国人是没有办法学会跟别人平等相处的，永远都是要么你给我跪着，要么我给你跪着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也讲了嘛，就是科举形成的就是没有中间层，都是只有最上面一层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对吧？这个向上看就是一个屁股，向下看就是一堆笑脸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啊，其他中间都没有了。这就是科举制度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看怎么去一步一步往前走啊。还有人说，我现在觉得，即使考上大学，即使考不上大学，去其他有价值的地方历练一下也不错。只是大学是个相对来说比较好，人群平均水平也比较高的地方。如果有人能找到更好的或者类似这样的地方，完全可以替代大学啊。这个事儿呢，我其实是不同意的。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以我个人的经历，因为我还是找过很多次工作的啊。没有一张特别好的大学文凭，对于找工作这件事儿来说呢，肯定是会费劲很多的。因为我呢上过大学，但是呢，大学只是一个普通的二本。然后我去很多地方找工作，人家说：“哎呀，你这个履历很好，跟你聊的也非常好，但是你这个学历我不能要你，是吧？”其实我遇到过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事情。前面我还有同学同事，以前的同事，在中国电信下边的一个地方去给人干活啊，他就是已经是很大的领导了。我说我能上你那儿去混2年吗？他说你这个能力我们都了解啊，然后呢，你的这个履历也没有任何问题。原来老同事嘛，大家都很知根知底儿，但是我们那儿就是要求985、211啊，你没有你就进不来，没办法。那我这个也没有什么办法，对吧？那只能是，这个敲门砖还是很重要的。一张好的大学文凭是未来你只要找工作永远都会遇到的问题啊，因为 HR 不管你其他乱七八糟东西，你只要没有，他就不让你进。而且这种卡呢，就是卡学历这个事儿呢，其实它是有价值的，对吧？如果不卡的话，就什么神头鬼脸都进来了。你以为不卡学历，他就可以不拘一格降人才了吗？不卡学历就可以把领导的傻儿子、什么傻外甥全招进来，对吧？他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为了让整个组织的能力不要太下降，他们就去卡学历去了，这个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学这个东西，一方面是学习的环境，另外一方面文凭真的是值钱的。还有人说，引用散人常拿来调侃的一句话：“给所有人发钱，就相当于没发钱啊。”这个我是其实不同意这个话。
我忘了散人是在什么时候讲的这个话，可能他也是调侃境内的一些话吧。这个话应该是国内的一些这个粉红经济学家说的啊。给所有人发钱就是给所有人发钱，不是等于没发钱，对吧？因为中国就是不想给所有人发钱，新加坡也好，日本也好，就是给所有人发钱，对吧？因为散人其实在日本领了很多钱，他还是挺开心的他应该是比较喜欢给所有人发钱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你给所有人发钱了，那么所有人就会觉得有保障，就会敢花钱。像中国这种不给所有人发钱把所有的钱都拿去做建设，都拿去做这个基建，拿去做生产提升，那最后只能产能过剩，那所有人都只能在里头卷，这个事儿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人说，如果规则是人人平等，那遵守没有问题。问题是规则区别对待，那你还会去遵守吗？这个事儿呢，不能这么讲，没有任何规则是人人平等的。高考已经是咱们能够遇到的最平等的规则了。北京考生跟河南考生平等吗？不平等啊，对吧？这个北京考上985、211的机会有多高？河南考上985、211的机会有多高？你别说河南了，还有比河南更惨的地方呢，还有贵州，还有云南，对吧？还有广西这些地方，他们985、211那个比例更低，那平等吗？不平等啊，对吧？这个所以没有任何一个规则是平等的。但是你如果对规则有信心，追求过程正义，那我们就应该去修改规则，然后通过修改规则的规则，然后我们让这个规则逐渐的合理起来，对吧？而不是说因为规则不合理，我就可以不遵守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事情。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这个苹果在 AI 时代还能赶上吗？赶不上了，人家已经放弃了，躺平了，直接用 Gemini 了。给老范出个难题，让老范聊聊违背自己惯性的事情之一。具体什么呢？这个因为你要提这个太宽泛的问题，我也没法聊，对吧？你告诉我你想让我聊什么？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每个人都有状态好、状态不好的时候，对吧？你不能说因为他喝高了，所以我就可以嘲笑你。如果你不想跟他一般见识呢，你可以不理他，对吧？如果你想跟他一般见识呢，你就可以去就他说的一些事实去进行讨论而不是说你喝高了这个事儿是没意思的。理解什么了是没意思，不是没看懂。你说的质变其实只是说说我是好奇你如何判断质变，而不是量变那这个卡尔加楚，你如何理解质变而不是量变呢？你觉得没有达到质变吗？还是已经达到了我很关心你这个事情，你不要每次老给别人提问题。富盛前阵狂吹龙虾，摇旗呐喊，但是好像干货不多。老范对这位怎么看？这个没什么看法，他开心就好了，对吧？他最近活得很开心，然后我也很欣慰，不就完了吗？我觉得大学的经历肯定要强于送外卖。大学的圈层还有各种各样的人，你能学到和接触到的人能获得的成长可能更大如果一直送外卖，你所接触到的可能就是和你差不多的，甚至是比因为送外卖久了以后人还会麻木这个我觉得毕竟我没送过外卖嘛，我们也不能去说送外卖就不好和平聊天的忌讳并不是立场，而是捍卫立场的态度。和平的捍卫和激进的捍卫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效果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吵这个事儿了。普 EMBA 吧，这是什么意思？没看懂这个观点阐述的忌讳并不是观点，而是阐述的逻辑，理性的逻辑和混乱的逻辑我觉得我们不要去阐述逻辑了，你还是说你卡尔加楚，你觉得现在到底是不是产生质变了吧？你先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不要去质问别人。只是探讨这个量，这个就没必要去研究了。引用调侃就是为了也去调侃。老范念了一半也把评论的逻辑反过来了，没有台湾也给所有人发钱税收太多嘛？对这个我觉得给所有人发钱这件事肯定是该去做的事情，就该去做的时候就去做就好了。用一个麻烦的概念来解释另外一个麻烦的概念，确实有点麻烦
我觉得你就不要再去质疑别人了，你说你的观点就完了，对吧？你是怎么看的？再往后，AI 时代的教育，就是昨天晚上我跟塔主去聊的这期说我劝各位家长少一点时间陪孩子，多让豆包陪陪孩子，因为你不陪还好，越陪越歪因为你本来就是歪的，所以请放过孩子，你那点认知就省省吧这个我是不认可的还是要多跟孩子在一起这个虽然我自己做的也不好，但是我老婆跟小孩沟通的还是不错的我可能更多的时间在这里陪着大家聊天了或者说大家陪着我聊天了这个还是要感谢大家解决了我的孤独问题千万要多跟孩子在一起。最后是印度外包被 AI 抛弃。有人说，事实上，中国、印度、美国的经济状况都不差，大体上都属于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排名前10的好的经济体。这个我是让 ChatGPT 帮我分析出来的答案这个非常感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每家有每家难念的经这个美国呢有美国痛苦的地方，对吧？虽然现在高歌猛进，发展的很好，但是物价也涨得很高。如果你没有赶上这个 AI 大潮是原来的死公司，或者说直接被裁员了的话，可能会过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痛苦我也只能说到这份上了这个至于中国呢，这个我们就没法讲了中国稳中向好稳中向好。印度呢，毕竟不了解，没有去嘛只能是通过 GPT 给的一些数据去判断印度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还有人说现在微软新更新出来的东西个个垃圾，这个难用还一堆迷惑的这个用户体验包这个确实如此。微软现在更新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差，但是呢，我并不认为这就是印度人做的就是微软好像做这种烂事儿已经做了好长时间了。微软上一次引起我的关注，让我去录一期节目讲，那可能还是2年前还是多少年前了。对吧？他们当时讲这个 Copilot 如何去结合 ChatGPT 4和这个 Office 的功能在一起，然后当时看得我很激动，然后再往后以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微软再也没有做出任何一个让我愿意去为它录一期节目的东西来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个时候，微软也是这个印度人在管这个现在也是可能就一直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吧。还有人说说我就是干这个的GCC 比外包便宜哦。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就是看你怎么算。如果你是直接向这些外包公司签协议的话，GCC 一定会比外包公司更敏捷更快。但是从长久的使用上来说的话，GCC 的成本一定会比外包高这个事儿是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外包它最终的用工成本是比较低的嘛，它只是这个里边还有管理成本，还有其他的这种摊派的成本这个就看怎么算了看这个时间怎么在里边去折算了。还有说没有提印度恶劣的经商环境天天坑外国公司和中美的这种 IT 企业，政府想着各种方法来罚款。前段时间印度法院判印度政府没有理由罚公司，结果连印度的法院给投票改了结果连印度的法律都给投票改了来满足罚款要求。真是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就这样还指望高科技企业进来。印度本地人就是个散装社会，各邦文化宗教以及语言都不一样，都是英国殖民后强给合并在一起的没什么凝聚力。相信印度崛起还不如相信东南亚崛起，越南、印尼、马来这些国家肯定会更好。其实这样国内呢是比较喜欢流传印度人喜欢罚钱、喜欢坑人这件事儿。这个里头呢，我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国人到了印度以后呢，也确实想钻他的空子那么最后被人罚了呢，也没有那么冤就是他肯定不是说一点毛病没有，你让人给罚了。
对吧？至于说这个印度改法律去罚钱这个事儿呢，其实讲的是当时那个电信公司的事儿啊，这个其实好多年前了。现在的话，确实还有中国的厂商不断的往外撤，但是呢，他们撤出来的过程，有些他们自己做的也不好啊，有些呢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把公司卖了啊，所以现在呢，像这个叫什么富士康啊，这个塔塔还有一些集团，其实在印度还是在很努力的去扩大生产，在生产 iPhone，并不是说都出来了，然后 iPhone 在印度做不出来了啊。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儿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当然，印度有印度的问题啊，但是印度的问题呢，不是说印度赚钱，印度花1分别想带回家，不是这样。印度的问题其实跟中国形成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啊。第一个就是征地啊，你现在想做建设了，你要征地。大家知道，这种资本主义国家其实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征地。你在中国，你可以拿棍棒把他赶走，可以雇流氓，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让大家顾全大局，对吧？实在不行，你还可以变成钉子户啊，然后这个钉子户肯定是一个贬义词嘛。但在印度的话，因为每一块地都是农民的，都是属于个人的，或者说属于一些小的这种机构的，你就要一个一个去谈。在印度建设最痛苦的一个事情其实是征地啊，然后再是基础设施，因为你没法征地嘛，或者你征地的效率很低嘛。你的基础设施、你的电力、你所有这些东西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跟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就是用工啊，这个印度人你是要保证他的权益的啊，你不能像对待中国工人这样啊，现在我给你招回来，然后过2天淡季给你都开了，等到旺季了我再给你招回来，这个事儿你在印度是走不通的啊，而且你在中国你可以不断的压榨他。原来富士康在中国跳楼跳了多少人？对吧？这种事情如果在印度发生的话，那印度人会把你的厂子砸了的。就这2个点，其实就是中国跟印度最本质的区别。我们呢是有一个极高执行力的政府，啊，就是可以去征地，可以去把你的楼铲平，可以去把你轰出去，对吧？可以把钉子户直接把腿打瘸啊，这个事儿都是可以干的，对吧？然后工人被逼着跳楼了，然后呢，政府依然会去保护企业，这就是中国政府干的活。在这一点上，中国制造绝对是世界无敌的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以跟咱们比。在这点上，印度肯定比不过咱们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大家要有认知啊，有认知。那你说，带着这样习惯的中国企业，实际上就算是台湾企业，他们也是在中国经营了这么久的台湾企业，再跑到印度去的话，一定会感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啊，这个是正常的。另外呢，像越南、印尼、马来啊，其实越南可能是有腾飞的机会，因为也有1亿人啊。然后呢，这个其实也是共产党在管，相对来说呢，还会更加的，就是因为他现在什么这个公务员财产公开啊，然后各种地方选举啊这块也在逐渐的往前走，他也要吸取咱们的一些教训嘛。但是越南有越南的问题啊，越南的问题，其实越南跟印度有同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军队。啊，军队只要经商啊，你再想往前发展就很难。印度也是军队经商啊，就是以前我们公司在印度是有办事处的啊，后来就发现说，印度每一个城市里边最好的地啊，建基站最好的这个地点，包括这个频段，都是属于军队的啊，你拿它没办法。越南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很早就允许越南去军队经商，然后它有很多这种公司就是由越南军队直接控制的。到目前为止，这事儿剥离不掉。就是中国其实咱们干了好多事情，就是军队不许经商的事情，大家看着觉得很无聊，很这个什么，但是确实有效。只要军队经商，这国家就起不来，对吧？咱们是剥离了很长时间，虽然现在你说是不是军队还有经商的，它呢已经套了很多层壳了啊。你比如说。有这个兵器工业公司，有什么这种这个武器公司什么，这个还是有。但是呢，就是你真正的军队，你野战部队，你是要跟商业是要分开的，对吧？这个是才能保证战斗力，保证经济发展。因为你要不然你跟他竞争，你没法竞争这事儿，对吧？越南这个事儿现在解决不了啊，印度也解决不了，包括什么缅甸呀，什么都解决不了，就是这都是有这个军队经商的问题啊，这个搞不定的。印尼跟马来西亚呢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所有穷人统治富人的国家都起不来啊，因为它一定会腐败。印尼和马来西亚都属于是穷人统治富人的国家，因为它的
至少印尼是这样吧，就是它的民族是这种，印尼应该算马来族还是印尼族啊？我就搞不太清楚啊，因为它也是分好多好多民族。因为我去过印尼国家博物馆，它的民族其实非常多，因为那么多岛嘛，每个岛上的人其实有时候差异很大的。信穆斯林啊，就这些人大部分人是信穆斯林的。印尼呢是，可能绝大部分人信穆斯林，然后巴厘岛上的人是信印度教的。华人呢是大部分信佛教啊，还有一些信基督教的啊都有，但是呢，它主要人口是穆斯林的穷人，所以你每次选举的时候一定会把穆斯林的人选上来。那么这些穷人去管理富人的时候，你除了腐败，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做。马来西亚呢可能还要好一点啊，因为它毕竟有石油，有这个，叫什么呢？有这个王室嘛，马来西亚是有王室的啊，就是它那个它不是总统，它是苏丹。啊，他一共是10几个苏丹吧，就是马来亚10几个苏丹，然后13个苏丹吧，轮流做这个最高元首啊，他是这样的一种玩法。就真正管理马来西亚的是总理啊，他这个总理现在叫安华，好像是叫安华，对，原来是叫马哈蒂尔，现在叫安华。然后呢，这个人呢就是要跟中国搞好关系，但是呢，他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他的基本盘是穆斯林啊，这些穆斯林其实还是要比华人要穷。那你要去管理一帮富人的话，这个不会好到哪儿去。但是呢，马来西亚因为他拿石油呢去给这些穆斯林去发补贴，对吧？所以他们相对来说要更平和一点。那平和呢，你想发展起来就比较难啊，这个是这样的。至于其他国家，我们就不评述了啊，在这儿反正就是这个完全是一家之词啊，就是因为这些国家，越南我没去过啊，然后这个印度我没去过啊，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啊，跟大家随便聊一点感受啊。还有人说，还有一个评论说是美国人都在喊印度是骗子大国，专门出各种骗子，比中国各种造假还会骗。美国抓印度裔美国人学术造假，学历造假一抓一个准儿。在国外操着英语给你打诈骗电话，基本全是印度人。啊，这个我倒是可以相信，因为印度是 call center 大国嘛。所以以后在中国打诈骗电话都是广东口音，在美国打诈骗电话可能就都是印度口音，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至于说这个印度到底是不是骗子大国这个事儿呢，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自己没有这种感受啊。你们这种在美国的人可以跟我讲讲，是不是你们对身边的印度人都很歧视啊？这个我不知道。我跟印度人打过交道，但是不多。还有人说等着看大戏啊，印度最大的问题就是。毛润之说的啊，这个阶级矛盾，到现在国内有宣传口，还是一堆不懂装懂的人啊，不解决阶级矛盾，没办法释放人口红利。印度的精英还想着如何清理那无效的4亿人，吹什么也没用啊！印度就是一个2流国家，差不会太差，体量在那里呢啊！这个阶级矛盾这事儿，您是不是还活在文革呢？对吧？这个美国没有阶级矛盾吗？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哪个没有阶级矛盾啊？对吧？这个阶级矛盾这件事儿呢，这个阶级斗争就是天啊！您是对的，没什么好说的。还有人说啊，还是国内那套说法 ，YouTube 全是这玩意儿啊，把我锁在信息茧房出不去了。哎，这个说印度要完蛋了，难道 YouTube 上也有很多吗？我没怎么看到啊。但是呢，印度最近确实是有一些比较奇葩的事情，因为印度移民多了嘛，就是很多像加拿大呀、美国呀，还有像英国呀，大量印度移民涌入了以后呢，因为它不太容易融入啊，不太容易去融入当地社区，有自己的民俗习惯，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啊，也比较抱团，愿意带着老乡来啊。那么这件事情，你比如英国现在就出现了。这个有大学生被印度锡克教徒直接扎死的事情，现在也在闹事嘛。然后呢，加拿大据说也在折腾这个事情啊，因为印度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对吧？这个也不太爽。然后呢，现在这个新加坡最近也在闹啊，就是新加坡前2天好像是商务部长还是什么出来说新加坡没有被印度占领啊，新加坡只有7%点多，就是不到1成的印度人啊，所以我们绝对没有被印度占领。但是呢，新加坡的政府里边的印度含量是很高的啊，他们大概好几个部长都是印度人，就是绝对要比这个占人口比例要高啊。这个，所以大家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呢，肯定也是有一些微词吧。在北京，他们也干了一些很神的事儿啊，比如说在昆玉河里洗澡什么的这种事儿，就是北京人自己干不出来的事情
啊，他们就直接在北京的河里边洗澡啊，这个确实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辣眼睛啊，就是他们在恒河里洗澡嘛，所以到北京说，哎，这条河不错啊，咱下去洗个澡吧，啊，这个就是他这种民族习惯吧，这个我觉得不是说谁高谁低的事儿啊，就是这些民族习惯呢，确实会引起当地民众的一些不适啊，这件事是存在的。好啊，这个就是线上评论都在这儿了啊，再看看这下边还有什么啊，就是网上就是 YouTube 的评论都在这儿了，咱们再看看线上评论，调侃给所有人就相当于不发钱，就是为了调侃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和工作保证这些一起降级，就相当于没有降级这种氛围啊，这个还是有点乱啊，这个逻辑不是特别顺。发钱只是形式不同的基础会让会让同样的形式发生不同的效果。中国不用发钱，只要把权益端口放开一些就行了啊，比发钱太有用了。这个中国我觉得还是要建立规则，然后该发的钱还是得发，不发钱永远搞不定这事儿。塔主那个收音质量太差，听一会儿就弃坑了啊，是这样的。昨天呢，其实我没太好意思说啊，就是我跟塔主去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他使用的是一个固定麦克风啊，固定麦克风呢，他自己说的时候晃来晃去的，他的声音就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小的时候呢就特别小，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而且他还在一个外放的设备上在听我的声音，这个呢就一定要用当前这台设备，比如说我拿这台机器去做直播，就一定要用这台机器去放声音。如果你要用第二台设备去放声音的话，就会出现回声啊，因为它的这个声音不一致了。你用当前的这台设备放出这个的，它就会把这个回声直接消掉啊。这个是下次我们再直播的时候要注意。卡尔加除这个风格是一直没变，怼天怼地怼空气，对他就是怼别人，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怎么想的，就是你说这个不对啊，你说那个不对，说的所有东西都不对，你到底咋想的不知道。父母和孩子的陪伴是不可替代的啊，这个我也同意。说说我体会的质变啊，这个昨天让 Codex 做了一单业务 ，Codex 花了2个小时出的结果，我收的费用把 Codex 1个月的工资 cover 掉了啊，也就是说你收了200美金呗，对吧？他2个小时都干完了，挺爽的。卡尔同学的观点就是你们都是错的，对，是这样的，他很开心。含印量越高越不靠谱啊！参考播音，这个我觉得我们不能把他一棍子打死啊！这样就属于种族歧视了，这是不对的。不要和我较劲了，这个我就是喝大了之后啊，过来发酒疯的，诸位见谅啊！这个其实没问题，就是我们承认自己有缺陷是对的。想知道老范的智慧智是在左眉毛还是右眉？哦，我想想啊。左边啊，就是这边是，哎，等会儿啊，对，这边，哎，这边是右啊，这边是右啊，说错了，这边是右，因为它就是反来反去的，就是好多人还说我那个穿那个球衣上那字儿是反的，这个就是这个摄像头的问题，就是它有的时候就会把它反过来。我看目前 AI 的股市涨得太快，或者说有泡沫，或者说有些大调整。但是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看透，至少在目前，并不是那么重的危机啊。用质疑量变来，用质变量变来分析，其实等于没说啊。这个其实挺好的，就是你把你的观点说出来啊。我们下次就这样，你把你的观点说出来，不要去说，哎，你不懂啊，你这个有问题，你来证明一下，不要让别人证明，你把你的观点说出来就挺好。泡沫这个事情呢，咱们再看吧。哦，看到你了，我想起一个事儿来，就是英特尔啊，这个英特尔呢又接到了这个谁呢？谷歌的代工单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台积电实在做不出来这么多芯片了，台积电的这个产能通通都被英伟达抢干净了啊。然后你要想再腾出产能来给谷歌生产 TPU 啊，给特斯拉生产这个。他们家的这个 AI5、AI6的话，肯定是搞不定了，那么就只能是英特尔上，啊，但是英特尔呢，现在是接到单了啊，包括苹果也要把未来的一些 M 系列芯片的这个代工扔给英特尔，对吧？就是
苹果跟英特尔的合作呢，也都是这个代工合作啊，所以英特尔的代工企业呢，确实是接到单了，但是这些单呢，目前应该是意向吧，具体我还没有查啊。最后能不能落实，怎么去落实这件事情呢？我们还要等待时间来证明啊。如果说，哎，这个单交了啊，交完了以后，这批 CPU 啊，这个什么 TPU 啊，它也没毛病啊，大家使得很开心啊，那就说明这个生意确实是做起来了。这种可能性呢，我们要留下来啊，是可能的。但是呢，在没有正式的签协议、没有正式的交货、没有正式的去复购之前，我依然可以证明，我依然可以去质疑英特尔的代工业务是一坨垃圾。这个事儿，我觉得，逻辑上说得通吧？发钱肯定是对普通人好处多，比如都发1万块啊，对于有100万资产的人没啥感觉，但是对于只有1万资产的人，白得了一倍的资产，会很幸福的，这是肯定的。老范现在还用龙虾？用啊，我现在主要用龙虾。爱马仕虽然还在跟着更新啊，但是基本上不用。微软和Meta在各自的生态内部的 agent，是否会有更好的机会？我其实不太信任这个事情。我现在是 Codex、Minimax Code 和龙虾3个东西一直在干活啊，还有这个叫做什么 N8N 啊，也在干活。波音好像还行啊，现在订单非常多。对啊，中国上去给了一大堆订单啊。但是呢，波音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大家会对痛苦的事情记忆深刻一点。就是波音飞得好好的时候，你记不住它。但是呢，它比如前2天是在法兰克福还是在哪个机场，787前的那个起落架塌了，然后那个飞机咵就掉下来了，对吧？就是这也不叫掉下来，就是说它是在那个廊桥那儿，然后直接就趴地上了。幸亏当时是乘客还没上去，对吧？那大家就说啊，是不是印度人又造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了？这个呢，我觉得都属于是固有的刻板印象啊，这个没必要。UBI 我绝对举五体支持。刚才范老师说那种混日子的人毕竟是大多数，总要有制度在 AI 时代保护普通人啊。这个我是不支持 UBI 的啊。但是你比如说现在经济特别有困难的时候，我可以临时发一笔，这个事儿我是支持的。但是呢，UBI 这个事儿我是不支持的。UBI 属于是一直稳定的、无条件的发啊，这件事儿我不同意。人会没有尊严的。现在还在直播吗？在啊，在，还提到你呢。对，是的。我先说啊，我违背自己的习惯，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健身，效果真的很好。我的起步就是每天10个深蹲，啊，这个倒不高嘛，是2个月时间让自己的新陈代谢发生了质变，后来各种运动就开始了，但是，还没有上重量，计划明年开始上重量，所以我上一次问，老范有没有每天5到10个深蹲的原因，对身体的新陈代谢真的很好用啊，这个好吧，我现在肯定还没有干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个锻炼身体还没有。怎么说呢？就是，现在一直在跟大家讲说我要请假，我要停止日更，但是呢，我说了可能也有1年多了吧，也一直更下来了，对吧？除了极个别的时候会停那么1天2天之外，一直都更下来了。我要开始锻炼或者开始离开这个座位的话，肯定更新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我现在因为跟 AI 合作的很好，所以呢，我每一次更新之前，我的工作过程是先阅读，阅读完了以后，这个思考，然后想主题，然后 AI 整理，然后再阅读，再思考，再感受，然后再改，然后改个可能5、6遍、7、8遍以后，然后再拿着 AI 的稿跟大家去讲啊。所以这个过程是没法离开办公室，就没法离开我的办公桌吧，没有办公室了，对吧？那么这个。一旦出去了以后，你说我能不能接着每天跟大家扯淡？可以，但是呢，就是会变成前言不搭后语，会变成很混乱的状态。我自己呢又不太喜欢这种混乱状态啊，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印度最大的问题还是种姓制度啊，这个能解决的话，感觉还挺有机会的，但是能不能解决还真不太看好。
反正对于他们的种姓制度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啊。这个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印度同事，他其实是个英国人啊，他父母是印度人，他就跟我讲，他说印度是没有种姓制度的，特别逗，他告诉没有，他说种姓制度也不是印度自己自古就有了，他说种姓制度是英国殖民者带来的，他们为了那个管理方便，然后搞了一套种姓制度，说现在种姓制度在印度是不合法的。这个当然，他以这个一个英国公民，对吧？印度裔英国公民的身份来给我讲这个故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相信，我只能原封不动的讲给大家，这个你们自己告诉我是到底怎么回事新加坡唐人街都建立了印度神像，新加坡还需要唐人街吗？新加坡不是70%多的华人吗？好像种姓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我认识很多印度人，偶尔会说某人的种姓，这个就不知道啊，这个我们真的不是那么了解。老范刚念了半节评论的那个那集，说到正社员成本太高，老板都不愿意用，所以有福利保障的正社员岗位将会越来越少。虽然老范说了一句还是得想点其他办法提供保障，但默认是把这个趋势合理化了的。这个从求职的角度，从求职者的角度来看，就是生活和工作状态变糟糕了。但如果所有人都在经历变糟糕的过程，就可以安慰自己，这个相当于没有变糟，这还是真合理化了。这条评论是借用发钱的梗来调侃和自欺的啊。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当所有的人都不是正社员，或者正社员变得非常非常少，然后大公司都变得小公司，对吧？大家要么就是小公司，要么就是这个叫做什么个人职业者，或者说自由职业者，或者是艺人公司这样的状态的话，会有新的社会保障进来啊，来补充这个原来由大公司去提供的这种福利和保障，一定会变成这样啊，不会说最后大家都变差啊，这个我是不相信的。你们有本事就去做空印度股票和指数啊，光这个嘚吧嘚吧，这个国家不行，那这个咱们不要骂街啊，首先说话要文明礼貌。我的看法是这样，印度到底行不行这件事本身不重要，对吧？但是呢，我们再怎么嘲笑印度，我们自己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完了。老范又怼了我一下啊，又怼了我一下。这个，你是不是写简体字是比较痛苦的？如果基于中国现状不可变的话，发钱确实是应该的。这个到底可不可变就不知道了啊。那得买啊，买什么？买跌印度吗？英特尔跌了就买，好吧？这个英特尔的事情呢，反正我提出质疑啊。这个最后能不能变出来？我不知道，我不能下这个结论，能不能变好？其实我非常赞同，质变量变等于啥也没说的观点啊，因为现在说质变量变确实有点抽象了啊，这个我也是同意的，有点悲哀，总算没有人吹大一统，文化又是只能扯淡啊，这是什么意思？没太看懂啊，英特尔还没有证明就是一堆垃圾啊，这个看法有点二极管啊。大家现在普遍认为英特尔的18A 不是垃圾了，否则去谈如何代工的代价，也算是很高的啊。这个事儿呢，还是要等吧，还是要等吧。这个，英特尔18A，我印象里英特尔好像自己有一些芯片，特别是它的一些笔记本芯片也是台积电给做的。对吧？那么英特尔自己18A 的这些芯片，现在应该是初步证明了吧？但是还是要看它给别人代工出来的东西到底怎么样啊。这个我并不是说英特尔是垃圾啊，这个是你二极管了啊，我没有。我只是说英特尔现在还需要再证明一下自己啊，未来有可能成，有可能不成啊。这个事儿呢，你要听明白。这几天我觉得英特尔不跌也可以买啊，毕竟还有几个突破还没有体现在股价上。我觉得如果它真的比如说把谷歌的芯片交了
啊，把这个苹果的芯片交了也没翻车的话，啊，那它肯定是能够大涨的，这个是没毛病的。但是呢，就是这样，这现在就是薛定谔的猫嘛。美国半导体板块又迅速拉升了啊，是现在的状态吗？挺好的呀。美国半导体板块拉升了，我的这个投资的什么贝莱德科技啊，什么这个富兰克林科技啊就会涨啊。UBI 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啊，美好愿景的乌托邦而已。但是 UBI 到底怎么实现，现在还不知道，因为 UBI 这个东西呢，还是一个就是空想的实验啊。现在其实没有谁实验成功这件事儿。英特尔暴涨了3%，好样的，涨啊！不耽误油管更新啊！我每天室内健身的时候不超过半小时，室外遛弯的话可以另说啊。这个，但是我油管更新还是挺耗时间的。播音的含音量这个梗啊，都传的有点魔怔了啊。他们软件系统确实是塔塔咨询给做的，很多给外面的对接也都是由印度本土的人来负责，但关键系统的定义这种重要的决策是不会丢给印度做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种族歧视，不要种族歧视啊，就是印度人也是有好有坏。中国人也是有好有坏，对吧？印度人也是可以做出好软件，虽然我不知道哪个好软件是由印度人做的啊，这个我自己孤陋寡闻啊，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我不能说没有，对吧？这个印度人可能也是有机会训练出好的大模型来的啊，我只是不知道啊，这个不能说没有啊，这个也就是如此了啊，所以我们不能种族歧视，种族歧视是错误的，就是总有个别的万一能做好呢。这个导致了737 MAX 不叫坠毁吧？那个啊，它有坠毁的啊，MCAS 系统怪印度人写的代码也是讹传啊，那个是最初的飞控规则逻辑定义的环节就遗漏了一个致命的边缘条件，这么大的锅还轮不到阿三来背啊？好吧，这个我没有具体研究过这次坠毁啊，印度民族太多信仰太多，很难搞的啊，这个。但是没准哪个地方就会出一个神人，你比如说像，皮彩啊，或就是谷歌的皮彩或者微软的，纳德拉那样的啊，这也是神人嘛。我的电脑只装了繁体啊，所以这样的。以前为了老范读简体，我打了繁体，然后去网上转换成简体。最近觉得老范读简体有点无缝对接的很流利了啊。这个读简体肯定会好一点，但是读繁体会相对来说累一点。特别好多繁体字就是你单独拎出来我不认识啊，这个是没办法的，这个要承认，文学水平太差。好啊，这个今天的2个小时17分钟了，有点太久了，我们差不多到这里了啊。然后看还有什么啊？深蹲啊，这个好吧。俯卧撑我现在肯定做不起来了，这个深蹲我还是可以做的，踮脚我也可以做。这个，哎，但是怎么说呢？人还是比较有惰性啊，这个要承认。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咱们下周三老范读评再见。